明末清初之际，著名文学领袖钱谦益与名妓柳如是相约一死报国，谁料钱谦益摸了摸池水，说了句水太凉，遂转身离去。自此，水太凉成了千古笑柄。还有一人在文坛与钱谦益齐名，就连经历也与钱谦益类似，有一个小妾不让死的笑话。龚鼎孳与钱谦益、吴伟业并称江左三大家，安徽人，20岁中进士，可谓少年得志。崇祯12年，春风得意的龚鼎孳升任兵科给事中，在南京停留期间，江南的文人朋友都在说梅楼。意气风发的少年郎自然要去看看，在那里他遇到了梅楼主人秦淮八艳之一的名妓顾恒波。龚鼎孳对他一见钟情。顾恒波作为明朝顶级网红，卖艺不卖身，卖的是文采，因此受到秦淮士子们强力追捧。此时龚鼎孳23岁，顾恒波20岁，二人文采对等，年龄相当。龚鼎孳又是官场新起之秀，遂受到顾恒波青睐。最后二人结缘，龚鼎孳纳顾恒波为妾，郎才女貌，一见倾心。这个故事看起来很感人，但是抛开浪漫气氛不谈，回到现实，封建礼教下的明末哪来的自由恋爱？秦淮八艳身价不菲，且其身份终归只是妓女，一个寒门士子根本不可能给顾恒波赎身。龚鼎孳真正打动顾恒波的，恐怕还是超能力。要知道，龚鼎孳可是明末大地主，家资不菲，靠真金白银加文采，这才能入顾恒波的眼。不过，顾恒波只是一个妓女，所以即便二人多么恩爱，他也只能当妾。龚鼎孳娶到当时的顶级大网红，事业正处于上升期，加上龚鼎孳在理学方面的确有一套，所以当即成了士子们追捧的偶像。龚鼎孳买顾恒波的故事也被不断浪漫化，成了人间佳话。龚鼎孳入北京后，本着明末士子一贯牵着不走，打着倒退的作风，以狂对皇帝为荣，为了反皇帝而反。明代6科给事中官阶低，不过6、7品上下，但明代奉行以小喻大之术。6科给事中是科道言官系统，对朝中任何事情都有权指手画脚。此时已是1639年，再过5年大明就亡了，但北京诸大臣毫无紧张感，依旧党争不断。科道言官的职责就是挑刺，偏偏龚鼎孳挑中的人物都是崇祯倚重的高官。他单纯而敬业，一个月上了17个奏章，一连串的名单上是首辅周延儒、陈衍，内阁王英雄，兵部尚书陈新甲、吕大器。这些弹劾都是千篇一律的扣帽子，要么品行不端，要么能力不足，要么结党营私。要知道，避免犯错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干事，只要你干了一点事，就容易被别人从缝隙里抠出过错来。因此他弹劾的都是多少想干一点事的官员。1643年，新婚50天后，龚鼎孳被崇祯以冒昧无当之名下狱，转年2月出狱。此番遭遇让热血言官的血冷了，他的心态发生了变化，安稳活下去成了他的信念。又过了1个月，崇祯在眉山上吊，留下满朝官员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。大明官员面前有3条路：逃跑、投降、殉国。据说龚鼎孳是投井殉国的，但史家考证，龚鼎孳不是真投井，是带着恒波夫人躲在一眼枯井里避祸，无意殉国。还有一种说法，他被大顺军俘虏后加考惨毒，胫骨巨折，不堪身体折磨，才跳井寻求解脱。总之，从井里被押出来后，龚鼎孳投降了大顺军，担任伪职。据说龚鼎孳说过这样的话：我原欲死，奈小妾不从何。龚鼎孳这个小妾不让死与钱谦益的水太凉成了千古笑柄。自诩清流的明代硕儒，面对时代洪流，做出了别扭的选择。龚鼎孳、钱谦益没有选择知行合一，做了二臣，但他们心中还有自己是清流的信念，因而行事言辞充满矛盾和拧巴。在李闯的大顺朝，李闯手下都是土匪草寇出身，最有文化的文官首领牛金星不过是个秀才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崇祯遗留下来的一大批清流文官，想要再玩崇祯朝那套热衷谏言，不听就骂主上的把戏，回应他们的只能是李闯的屠刀。加上李闯入京考饷之事，吓唬住了这些官僚大地主，所以在大顺朝，这些叽叽喳喳、一天不对人就难受的清流，反而出奇的老实。龚鼎孳还接受李闯册封的直指使官职，负责北京北城治安。
充当起了维持会会长。同年5月，清军入关，龚鼎孳亲往城门，跪迎多尔衮入城。摄政王多尔衮见到他，立刻赏他立科给事中的职位，这让龚鼎孳兴奋不已。这个职位在大明官僚体系中是一个谁也不敢轻易得罪的位置。可他没有考虑到的是，主子变了。和龚鼎孳一起入仕清廷的还有阉党成员冯权、龚鼎孳好友陈明夏。明朝的阉党和清流都入仕了清朝，随即爆发了清初又一次清流阉党之争。因为阉党冯权为河北人，而清流陈明夏、龚鼎孳等多为南方人，所以也称清初南北党争。这次党争可以看作明朝党争的延续，以1645年8月南党弹劾冯权等前明阉党罪行为开端。谁料掌权的多尔衮压根不理这些弹劾，直接无视南党。南党见主子无视奏折，仍然发挥前明作风，继续上奏。随后在多尔衮主持下召开了当庭辩论。南党以阉党人品太差为由，主张将之全部贬斥。阉党首领冯权则对准龚鼎孳，说他也有投降李闯的黑历史。龚鼎孳居然反驳说魏征也是二臣。听到这，多尔衮哈哈大笑，说人果自立忠贞，然后可以责人；以身不正，何以责人？鼎孳自比魏征，以李贼比唐太宗，殊为可耻。龚鼎孳就这样被多尔衮否定了。他在顺治年间的仕途亦起起伏伏，后来因父亲去世，他回家丁忧守制5年。谁也没有想到，顺治亲政之后，并不讨多尔衮欢心的龚鼎孳火速被提拔了。1652年，龚鼎孳复出为太常寺少卿，2个月后便升到督察院左都御史，成为言官首领。龚鼎孳自觉担当起了言官的职责，天天上书弹劾亲八旗贵族。谁知道顺治皇帝也烦他了，直接将他连贬12级，最后让他做了个7品芝麻官。二臣的身份、新朝为宦的经历，都对龚鼎孳的心灵有极大冲击，并使其性格变得十分复杂。3朝为臣，剃发易服之痛，在龚鼎孳心中烙下深深伤痕。明朝大臣转换到清朝大臣，是他被驯化的一个过程，听话了，官就大了。从顺治来到康熙，龚鼎孳身上属于明朝士大夫的骨气被一点点消磨殆尽。与此同时，官运步步高升，最后做到了礼部尚书，得到善终。然而这个过程充满抗争和忏悔。然而龚鼎孳的后半生并非全然的苟且，一个真实的人往往是善恶两面的复杂个体。康熙12年，龚鼎孳去世，远在江南江北的才子都为他哭声如潮，哀思无限。大才子朱彝尊更是为他写了长篇晚诗，感慨再也见不到如此轻财好事之人。一个二臣为何会有如此的待遇？无非是龚鼎孳虽降清做了二臣，可他为人尚算坦荡，公然为汉人争取权利，放在对汉人采取高压态势的清初，毕竟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和胆魄的。针对清军对江南的横征暴敛，他也多次上书陈述赋税沉重的利弊，为民请命，不怕被贬官。担任刑部尚书时，他曾为富山、严尔梅、陶如鼎等明朝遗民开脱罪责，免遭迫害，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不遗余力地保护反清志士。晚年的龚鼎孳颇加仰视，他幕府中庇护并供养着不少遗民之辈，如纪应忠、杜俊、陶汝鼐等，都是一住几年或10几年。有些人死后贫不能葬，也是龚鼎孳为他们营葬，并抚养其子女。平时，龚鼎孳与顾恒波也素有轻财好事之名，他对清初诗坛朱彝尊和陈维松的爱护、惜才，皆是文坛佳话。对于自己二臣的身份，他也不曾为自己辩白，还将各种贬低辱骂他的诗文收集归档，视若珍宝，在明清之际士林中颇具典型。纵观龚鼎孳晚年的诗作，诗路故国是出现频率最高的2个词，就中可以看作他对世亲的自责与悔恨。在一首记述了龚鼎孳与多年未见的旧友重逢的诗中，龚鼎孳将他面对老友时的喜悦、羞愧写得细微入神。他对老友坦言，自己年少时追求功名利禄，到老发现一事无成，心中的悔恨难以言传。或许这是大多数二臣暮年的心情。龚鼎孳官比吴伟业、钱谦益二人做得大，不过后世评价文学成就就不如他们。龚鼎孳卒于康熙12年，是端义。乾隆34年，龚鼎孳的谥号被取消，打入二臣传。
但对于曾受他庇护的人来说，龚鼎孳在世上亦留下了一些善果的行迹。